如果有一天在你的面前凭空出现了一个不规则的几何体，它像一个有生命的怪物，疯狂的扭曲变形，上一秒还是一个尖锐的金字塔，下一秒就变成了复杂的八面体，最后又扭曲的凭空消失了。先别着急说这是幻觉，因为这很有可能意味着是一个四维超立方体正在穿越我们的三维世界，我们看到的只是它在第一维世界留下的痕迹。对于四维的物体，我们不是看不见，而是理解不了。在四维的世界里啊，我们的直觉依然存在，但是我们的直觉的每一处判断都是错误的。这个视频呢，我们将从零维开始，用数学、投影和切片状方法，一步一步带你进入四维的世界。你也会亲身感受到你的直觉是如何一步一步崩塌的。不过呢，只要你看完这个视频，你又会找回那双丢失的四维之眼，从而真正的理解四维到底是如何工作的。零维是一个点，把它复制一份，然后把两个点连起来，就形成了一维空间的线段。那么一维空间的线段也复制一份，然后把顶点连起来，这样呢就形成了二维空间的正方形。同样的，把二维正方形也复制一份，顶点连起来，就形成了三维空间的立方体。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可以把三维立方体同样复制一份，然后把顶点连起来，就形成了四维空间的超立方体呢？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些直线是一维，平面是二维，立体是三维，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说，以及维到底是什么东西？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得了解 n 维空间的数学定义。这个定义讲起来可能比较枯燥，但是只有明白这个定义，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四维超立方体。在数学上啊，n 维欧几里的空间记作 Rn， 这看起来啊是个复杂的代号，但是它本质上就是 n 个实数组成的有序数组结合。如果把 x1、x2 一直到 xn 写在纸上，它确实是一个很枯燥的数字，但是在几何空间里，向量赋予了它灵魂。它的几何意义表示，对于每一个这样的数组，都可以看作是从原点 O 出发，指向空间中某一个点 P 的有向线段。那么其物理意义呢，是说这串数字代表着一组位移指令。比如在三维空间中，3、5、负4这个坐标，它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沿第一个方向走3米，然后沿第二个方向走5米，再沿第三个方向的反方向走4米。但是问题来了，这里的方向到底是指向哪里？向东还是向北？所以呢，我们必须先约定好一套方向基准，而这就是坐标轴。坐标轴就是通过原点沿某个基准方向延伸出的那条线，这个基准方向我们称之为基，记作 E。比如我们在现在这个三维坐标系中啊，它就有3个基，分别是 E1、E2 和 E3， 这3个向量呢也被称之为基向量。那么对于 n 维坐标系就有 n 个基，分别从 E1、E2 一直到 En， 这里的每一个基都严格对应着空间中里的一条特定的轴。虽然在纯数学理论中啊，坐标轴只要它们不相互干扰，没有任何一条轴能够被其他轴合成出来，就可以形成坐标系，也就是这些轴所对应的基是线性无关的，就可以形成坐标系。但是在我们熟悉的欧几里的空间中啊，为了方便计算呢，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笛卡尔坐标系。它要求呢，所有的坐标轴都是两两垂直的，人们也称之为正交性。在二维坐标系中 ，x 轴垂直于 y 轴。在三维坐标系中呢 ，z 轴同时垂直于 x 轴和 y 轴，而在 n 维坐标系中，第 n 条轴它必须同时垂直于前 n 减1条轴。好，理解了以上的点呢，我们就可以对 n 维空间下一个定义。n 维欧几里的空间是说，在空间中，我们能够建立 n 条两两垂直的坐标轴，使得空间中的每一个点都可以由这 n 条轴上的坐标所唯一确定。这里我们要区分2个概念，空间和坐标系。为了比较好的理解呢，我就做一个比喻啊。所谓的 n 维空间啊，它就像一块无限宽广的空地，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以在里面自由的跑动。而坐标系就是为了描述我们在哪里，在这块空地上画出的正方形网格，我们通过网格就可以找到我们在哪里。
有了以上基础呢，我们就可以对维度进行深度分析了。只有一个坐标的点是一维的，它可以表示数轴上的任意位置，两个点连起来就会形成一个线段。有两个坐标的点是二维的，它可以表示平面上任意的位置，用4个点我们就可以围成一个二维的正方形。有3个坐标的点它是三维的，它可以表示我们现实空间中的任意位置，用8个点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立方体。有4个坐标的点就是4维的，但是4维是要在3维的基础上硬生生的找到第4条坐标轴，它必须同时垂直于 x、y 和 z 轴，这样的空间每个点才有4个坐标。那么根据刚刚的推演，我们用16个顶点就可以形成4维超立方体。我把点画出来，大家能够想象出它的样子吗？就像3维立方体，我给你8个点，你可以想象出立方体吗？估计大多数人都想不出来。那就让我们继续来深入分析。为了加深理解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刚刚的深维演示，来更深一步的理解这个维的问题。0维是一个点，写成 R0， 这样写呢，不代表我们可以认为它里面什么都没有，其实它里面是有一个元素的，就是一个点。虽然它没有长度也没有宽度，但是呢它确实存在，并且呢它是所有维度的起点。如果我们要表示什么都没有，那只能用空极来表示，它才表示真正的虚无，什么都没有。我们把这个点呢复制一份，然后连接起来，就形成了1维空间的线段。其实我们在复制这个新点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点所在的0维空间升维到了1维，因为这个点已经超出了原有 R0 所能表示的范围，新点必须要用 R1 来表示。然后对于1维空间的线段呢，我们刚刚也是复制了一份，并且把顶点连接了起来，就形成了2维空间的平面。为什么形成了2维了呢？这是因为我们在复制线段的时候已经超出了原有坐标轴所能表示的范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坐标轴去表示另外一个方向的延伸，也就是 y 轴。这个 y 轴可以是倾斜的，也可以是垂直于之前的 x 轴的。总之呢，它的出现就可以把我们复制出去的线段给表示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2维空间坐标 R2 去把4个点都表示出来了。同样的，对于2维空间的平面，复制一份，顶点连起来，形成的3维立方体。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我们复制的这个平面，它有没有超过原来2维空间所能表示的范围？如果我们复制的这个平面，它还是在原有的平面上移动，就算现在的顶点连接起来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立方体。要形成一个真正的立方体，我们必须要突破这个平面的限制，把它放到平面之外。放到平面之外之后，我们为了去描述出这个新复制的平面，就需要增加一个新的方向，也就是去增加一个新的 z 轴。有了 z 轴之后，现在这空间中呢就有3个坐标轴，从而呢确定了一个3维空间 R3。同样的，我们把3维立方体复制一份，然后把顶点连起来，它是不是就形成了4维超立方体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复制的这份3维立方体，如果还是在我们的3维空间中，那么它就不是4维超立方体，因为它必须要突破3维空间的限制，产生一个新的方向 W， 它才算是一个4维超立方体，并且这个新的方向 W 要同时垂直于 x、y、z 轴才可以。所以这个图明确的说，它既是一个4维超立方体，也不是一个4维超立方体。关键在于这个新的 W 轴方向是否在你的想象中。就好像刚刚我们把2维平面复制一份出来之后，如果它还在我们的平面之内，它就不是一个立方体。但是如果它突破了2维平面的限制，它就是一个立方体。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就算它没有突破2维平面，我们也看起来像一个立方体。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人类天生生活在3维的空间中，想象力也是3维的，所以人类的大脑呢也发展出了一种强大的本能，它会自动通过看到的投影或者光影把有关低维的物体想象成跟自己同维的物体。讲一个扎心的事实就是我们的电脑屏幕明明是2维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通过这个2维屏幕去看各种 3D 动画片、看电影，以及设计出各种3维的场景或者物体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电脑还原了它们的投影，也就是透视关系，再加上相对应的光照和阴影让它模拟出了一个三维空间。而我们人类的大脑就会通过这个屏幕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关系，去还原出相对应的三维物体以及各种三维场景。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刚刚在低一维空间里复制出的那些没有突破维度限制的图形，其实是高维物体在低维空间的投影。那么理解了这句话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双立方体的图下一个定义，它是四维超立方体在三维空间中的投影。如果你是一个四维的生物，你的思想和感官是四维的，你看到的这个立方体就是四维超立方体。那么对于三维生物的我们来讲，它就是四维超立方体在三维空间中的投影。结论呢，先下到这里，不知道你理解没有？如果你还没有理解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因为我们的分析还远远没有结束。假如真的有一个四维生物亲眼看到了四维超立方体，他一定说这张图不是他看到的样子，因为投影也分很多种。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投影方式主要有3种：平行投影、斜投影和透视投影。我们首先来讲平行投影。对于一个立方体，如果平行光正对着它的一个面照射，它的影子是一个正方形。如果立方体产生了旋转，它的影子也会旋转，但是它的影子可能是一个矩形，也有可能是一个六边形。不过呢，无论如何，影子里的线条它们都是保持平行的。在这种投影下，物体没有近大远小的关系，不管物体离你多远，它的大小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这也正是我们工程制图中最常用的方式，因为它可以真实反映出物体的尺寸。三视图其实就是典型的平行投影。假如三维空间中有一个点，它投影到二维平面，其数学计算方式是这样的： xyz 是点的原始坐标， x 一撇和 y 一撇呢是投影坐标。关于矩阵的运算这里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是一个矩阵的乘法，它表示第一行的航向量去乘以右边的列向量，就会得到 x 一撇，最终算出来呢就是 x 一撇等于 x。 那么第二行去乘以右边的列向量，就会得到 y 一撇，那么 y 一撇呢实际上是等于 y 的。所以这个矩阵的作用呢，就是把三维的点 xyz 取出前两项，得到二维坐标，相当于是直接丢弃了深度 z 轴。我们来演示一下平行投影可以看到光源在 z 轴上移动时不会对投影产生影响，是不是觉得很简单？那么我们接下来升级四维对于四维空间中的点 x、y、z 和 w 投影在三维空间中，就会变成 x 一撇、y 一撇和 z 一撇。如果一个四维超立方体做平行投影，并且呢角度是正对着的，我们就会得到两个立方体，它们是完全重合的。就跟刚刚我们这个三维立方体投影到二维平面中，实际上它的两个面也是重合的。所以这两个完全重合的立方体呢，从表面看非常的普通，看起来毫无玄机。但是你要明白，并且必须明白的是，它是四维超立方体在三维空间中的投影，它是一个三维的物体。为了更好的区分呢，我就把投影的颜色改成了浅蓝色，边改成了黑色，并且呢把光源给大家展示出来。与刚刚三维物体平行投影二维的情况一样，当我们移动光源或者在平行光源的轴上移动物体时，投影是不会产生变化的。四维超立方体的平行投影在三维空间中的影子也是一样不会产生变化的，只有物体产生旋转时才会对投影产生影响。让我们再放大看一下这就是四维超立方体在旋转时平行投影的结果。我们可以与三维立方体旋转做一下对比看一下它们的投影有何不同。最后呢，为了好看，我还是把颜色恢复回来由于平行投影会对一个轴的坐标进行直接丢弃，也就是说它有信息丢失。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使用斜投影法，它就可以保留丢失轴的信息。斜投影与平行投影都是采用平行光，但是斜投影的投影平面与平行光之间是有夹角的，而刚刚我们说的平行投影，它的投影面实际上是始终垂直于光源的。假如三维空间中的点 xyz 它斜投影到二维平面当中，它的数学公式计算是这样的： xyz 是点的原始坐标， x 一撇 y 一撇是投影坐标，
那么阿尔法、贝塔呢，就是 Z 轴分别到 X 轴和 Y 轴的投影角度，或者说是光线斜射角度。那么 scale 呢，是 Z 轴的缩放因子。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我们移动光源，还是移动物体，又或者是旋转，那么投影呢都会产生变化。我们日常生活中太阳投射物体所产生的影子就是斜投影。这个不能跟你玩，你拿这个玩啊。这是我在有太阳天的时候给大家做的一个立方体投影实验。可以看到，我们数学计算出来的投影和我们太阳照射立方体所产生的影子是完全匹配的。当斜投影的角度是45度时就是我们机械制图中的斜二侧画法，它是对三维立体图形的最直观的一种二维画法。同样的，对于四维空间中的点 x、y、z、w， 它斜投影到三维空间中，就会变成 x1撇、y1撇和z1撇。阿尔法、贝塔、伽马分别是 W 轴到 X、Y、Z 轴的这个投影角度 ，scale 呢是 W 轴维度的缩放因子。根据我实现出来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当我设置 W 轴的缩放因子，同时调整3个轴的投影角度时，我们就可以得到视频最开头那个对立方体进行复制的形状了。因此，我们刚刚说这是4维超立方体的投影，没有错吧？因为这可是我们通过精确的数学坐标投影换算得出来的。正如3维立方体斜投影到2维平面上一样，2维的图形可以让你联想出3维物体的形状。那么如果你有4维的想象力呢，你自然而然的也会把这个4维投影图想象成4维物体的形状。不知道评论区有几个这样的超维生物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平行投影和斜投影外，其实对于我们人类来讲透视投影才是人类感知世界的真实影像，它模拟了人眼真实看到的画面。比如3维空间中的点是 x、y、z， 它经过透视投影到2维平面上之后，其数学计算方式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个公式中呢，你可以看到它相比之前的平行投影和斜投影多出了大写的 x、y、z 的值。为什么呢？因为透视投影它还和我们的观察点有关。简单解释一下，这里面的 x、y、z 是点的原始坐标， x1 撇和 y1 撇呢是点的投影坐标，大写的 x、y、z 是摄像机或者观察点在空间中的位置。我们再讲解一下这个拉姆达值它是这个深度缩放因子，由摄像机的深度大 Z 和物体的深度小 z 共同决定的，这也是实现近大远小的核心。同样的，对于4维空间中的点 x、y、z 和 w 值，它们投影到3维空间中呢，就会变成 x1 撇、y1 撇和 z1 撇。同样的，这里面也有个拉姆达值，也是缩放系数。但是这个拉姆达值呢是由 W 值所决定的。不管是平行投影还是斜投影，又或者是透视投影，它们的本质都是降维观察。它们可以把高维的数据压扁到低维空间中，但却保留了原有物体的部分拓扑结构和运动规律。不过呢，3种投影相比透视投影更符合人类的直觉，并且在数学上信息丢失也是最少的。好，理解了这一点呢，我们再做一个进一步的说明。假如有一个生物生活在2维世界中，它看到的各种图形呢，将是在一条线上。那么既然它看到的图形是在一条线上，它是否知道自己的前方有一个2维的正方形呢？答案是它知道，因为它是2维的生物，它能够感知矩形的深度，即使它看不到完整的2维图形。就好像我们所在的3维世界，无论是我们的眼睛还是人造相机捕获的画面，本质上都是把3维物体投影到了2维平面上。大家可能觉得我看到的东西明明是立体的但是残酷的真相是，你的眼睛其实在欺骗你，你的视网膜每时每刻都在接收一个2维的投影。这个投影和电脑屏幕所展现给我们的效果没有本质区别。人眼的视网膜是紧贴在眼球的后壁上的，它是一个曲面，但是在拓扑学和光学呈现上，它依然是一个2维表面。视网膜能够记录光线落在哪个位置，以及光的强弱关系还有颜色等，它无法直接记录光是从多远飞过来的。但是呢，近大远小的投影却可以让人类感知到深度。那么这个2维生物一样的，它可以通过近大远小感知这个矩形的深度。再比如我们看到的电影实际上是相机拍摄的画面，相机镜头可以将3维场景中的光线通过其光学原理成像在传感器上面，形成符合透视投影的2维几何图形。而相机的感光片它们都是 CMOS 或者 CCD 传感器，是绝对的2维平面。
它们的成像过程是标准的数学投影模型，相当于是将三维场景中的光线压到了二维底片上。在数学上，它们对应了我们刚刚所写的公式。所以所谓的三维世界，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就像一块极其强大的显卡，它能够疯狂地抓取画面中的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还有各种光影明暗的变化，瞬间将我们看到的二维信号脑补还原成三维的样子。比如素描画，纸张是二维的，但是加上了阴影和透视，你的大脑就会告诉你这是立体的。再比如 3D 游戏，屏幕明明是扁平的二维像素点，但是电脑通过数学计算还原了物体的投影和光照，我们就能够沉浸在这个宏大的世界里。讲到这里，如果有人依然坚持自己直接看到的是三维画面，那你请他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他看不见物体被遮挡的背面，而是要通过想象去理解物体的背面呢？同理啊，如果我们看到四维物体，我们的视网膜接收到的也只是它在三维空间中的投影。比如四维超立方体的透视投影，我们就可以通过刚刚这个公式完美的实现出来。最终我实现出来的效果呢，就是这样子的：外面有个大的立方体，里面有个小的立方体，并且两个立方体的顶点是连接起来的。这就好像三维立方体投影到二维平面上一样，外面有个大的正方形，里面有个小的正方形，同时它们的顶点呢是连起来的。所以你在看别人解释四维超立方体时，如果他说屏幕上显示的这个图形就是四维超立方体的话，证明他没有真正理解四维超立方体。讲到这里呢，我想起了光的波粒二象性。如果你单纯的把光认为是波，或者单纯的认为它是粒子，都是不对的。同样对于这个图形，三维生物可以把它理解成四维超立方体的投影，那么对于四维生物，它就可以把这个图形理解成四维超立方体，需要根据不同维度的观察者去理解。因为不同维度的生物，他们所理解和对世界的感知是不一样的。这里呢，为了更好的观察，我把两个大小不同的立方体进行了颜色的区分。当我们对立方体或者超立方体进行旋转时，我们可以对比看一下，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左边是三维立方体沿 XZ 轴的旋转，可以看到有两个大小不同的正方形在交替变换。右边呢是四维超立方体沿 XW 轴旋转，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两个大小不同的立方体在交替变换。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不管三维立方体怎么变换，实际上你都可以通过它的影子来想象出它原来的三维立方体的样子的。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个超立方体的投影想象出四维超立方体的样子呢？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你为什么可以把左边的投影想象成是三维立方体？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可以把过这个顶点的三条线想象成是垂直的，而四维超立方体的投影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能把过一个顶点的四条线都想象成是垂直的，那么你就想象出了四维立方体的样子，这就是你的四维之眼。另外，当我们的观察点产生变化时，它们的投影也会产生对应的变化。比如在三维空间中，我们让观察点在 Z 轴上下移动，在四维空间中，我们让观察点在 W 轴上下移动。你可以发现三维立方体与四维超立方体它们的规律和不同了吗？既然我们能够画出四维超立方体的透视投影，同样我们也能够画出四维网格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透视投影。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相机的视角去观察四维网格投影内部的结构。讲到这里呢，我又想起了2014年由诺兰导演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电影以其超凡的想象、逼真的画面以及严谨的科学知识让无数科幻迷如痴如醉。尤其是其中关于黑洞以及四维画面的刻画，让坐在电影院的人们肯定叹为观止。不过通过这个视频，再根据我们刚刚所学习到的公式与计算，我们也可以通过 Blender 模拟出这样的情景。这是我实现出来的结果。我们通过 Shift 加进入飞行模式，就可以通过鼠标的 AWSD 来控制方向，然后我们就可以模拟出星际穿越中的画面了。是不是有一点穿越的感觉呢？除了投影能够让人们理解四维空间以外，数学家们还使用了一种叫做切片的方法，用于理解高维空间。切片顾名思义，就好像对物体切了一刀一样。想象一个三维的球体穿过一个二维的平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圆盘从小变大，然后再变小。这就像我们在医院里做 CT 扫描一样，人体是三维的，
但是 CT 扫描出来的每一个片子，也就是切片都是二维的。如果我们只看一张张的二维片子啊，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圆圈一样，忽大忽小，器官呢也是忽隐忽现的。想象一个生活在纸面上的二维人，他看不见三维的立方体，但是如果我们把立方体穿过这张纸，二维的人会看到什么呢？他首先会看到一个凭空出现的三角形，然后变成六边形，最后呢又变回了三角形，消失了。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非常好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切片。你觉得它是什么物体？我们再来慢放一次。有人猜到吗？好，我们公布结果，它是一个不断旋转的立方体，经过一个平面的切片。通过这个我就想告诉大家，从低维想理解高维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呢，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下，如何通过数学计算把四维几何体切片到我们三维世界中。但是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首先需要把刚刚的低维切片原理讲一下。二维的切刀是一个平面，这个平面呢可以无限延伸，它的数学表达式可以写成 x、y 和 z slice， 其中这个 z slice 是一个固定的值，我们改变它就可以得到不同的平面，也就是不同的切刀。在图中呢，我们用一个正方形来表示，那么三维物体与这个平面接触的部分就是我们切片的结果。那么对于四维超立方体，我们如何做切片呢？首先呢，我们要定义四维超立方体的空间范围，它的空间范围呢是所有满足大于等于负1小于等于1的点的集合。那么它的顶点呢有16个。接下来呢，我们定义三维的切刀。三维切刀它是一个三维的空间，并且呢是一个无限延伸的三维空间。它的数学表达式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x、y、z 和 w slice。这个 w slice 是一个固定的值，跟刚刚的二维平面一样的，它相当于是把四维空间中的 w 给定格了，也就是把四维空间降维到了三维。这里呢，我们用一个立方体来表示，同时需要再次强调，这个切刀是整个无限延伸的三维空间，就好像二维的切刀是一个平面一样。最后我们要的结果就是这个四维超立方体与这个三维空间接触的部分。在数学上其核心算法就是求交点。我们假设一条 4D 边，它的两个顶点分别是 V1 和 V2， 我们只需要2步就可以算出交点了。第一步是算比例，第二步呢是进行线性差值。通过这样的数学计算呢，我们就可以改变 W slice 这个值来获得不同的切片结果。好，现在有个小人，它生活在我们所设定的三维空间里。当四维超立方体穿过这个三维空间时这个小人就会看到一个凭空出现的四面体，然后变形扭曲，中间呢会变成八面体。这是我通过严格的数学计算在 Blender 中实现出来的结果。它就好像一个怪物凭空出现，然后又凭空消失。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绕不同的平面进行旋转，看一下这个四维超立方体的不同的切片效果。总之呢，这个不断变形的怪物就好比是四维超立方体在我们三维世界的脚印。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比如我们拿着一个平面去切正方体，如果是正对着面切的，就会得到正方形，但是如果是对着角切，然后从中间经过，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正六边形。同理，当我们对着超立方体的角切下去，经过计算呢，我们只需要让超立方体在 xw、yw 和 zw 三个平面上分别旋转45度、35.26度和30度，那么切下去的方向就会精准对齐这个角。刀落下去的瞬间，一个完美的正八面体就在我们的三维空间中显现出来了。同样的，一个四维超球体穿过我们的三维世界，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三维球体从小变大，然后再变小。是不是觉得很神奇？感觉就像凭空出现又消失一样。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这个现象是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学计算完整的实现出来的。最后呢，我们终于可以解释视频最开头那个诡异的穿越现象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四维超立方体穿过我们三维世界所留下的切片。那么它在变形结束之后去了哪里呢？它实际上去到了我们完全看不到的第四维度 W 维。这正如一个立方体穿过一个二维平面一样，二维平面只有 x 轴和 y 轴，生活在上面的人呢是理解不了高度 z 轴的。
而这个立方体的运动方向恰恰是沿着 z 轴的，这个 z 轴是在平面之外的，所以当立方体沿着 z 轴彻底离开平面时，对于二维生物来讲，它就是凭空消失了。同理，这个四维超立方体也是沿着 w 轴在运动，而这个 w 轴垂直于我们所有的 x、y、z 轴的，所以这个超立方体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只是移出了我们所观测的范围，回到了属于它的高维深处。人类受困于三维的感官，注定无法直接看见四维的阵容，因为在三维世界里，我们找不到第四条垂直的轴，我们的大脑就被锁定到了三维。这就好比生活在纸面上的二维生物，他们看不见完整的球体，只能看见球体穿过纸面时那忽大忽小的圆形切片。所以要想从低维去窥视高维，往往是盲人摸象，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高维俯视低维却毫不费力，因为高维视角下，低维世界完全展开，毫无隐蔽，一览无余。在四维世界里三维世界最坚固的保险箱可能连门都不存在。刘慈欣在《三体》中曾用令人窒息的笔触描述过这样的景象：当人类第一次踏入四维空间，三维世界中的一切封闭概念瞬间瓦解，不需要打开保险箱就能够取走里面的文件，不需要破坏表皮就能够看到和触摸到人体内部的器官。在四维视角下，三维世界没有秘密，就像我们将二维图纸平铺到桌面上一样，一览无余。这种基于维度的绝对压制正是书中所描绘的降维打击。它不仅仅是毁灭，更是一种高维文明对低维世界的一种名副其实的神灵般的审判。面对高维的攻击，强弱、技术、勇气都不再重要，你甚至连反抗这件事儿本身都不成立。